北京、中南海正刮起一场无声的清洗风暴。台湾、台北立法院外刚结束一场喧嚣的政治对决。两场风暴，一个在独裁黑箱里，一个在民主阳光下，看似毫不相干，却可能正在酝酿一场致命的误判。当台湾还在为罢免的失败争论不休时，我们今天要揭露一个惊天内幕。这场民主选举的结果，可能正被对岸的独裁者解读成一份开战的邀请函，一个顶级学者的预言，一份美国智库的秘密剧本，和一位法学家揭示的末日大战略。今天我们将把所有线索串联起来。大家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杨正。又快到了8月，中国政治最敏感的北戴河时间。今年气氛格外紧张，从北京到北戴河，沿岸安保措施空前，气氛肃杀。表面上权力稳固，但中共20大之后，秦刚、李尚福、火箭军高层接连出事。最近连习近平的亲信，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也被免职，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更消失超过4个月。这一系列异常现象指向一个过去的禁忌话题，现在已被严肃摆上国际桌面。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世界该如何应对？这并非危言耸听，我们的分析核心来自斯坦福大学学者吴国光教授。他最近反复提出一个概念，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吴教授认为，无需再争论共产党制度好不好，历史早已证明其弊病与不可持续性。尤其在习近平执政后，中国人看清了这个制度的两面，曾经的经济奇迹，如今的经济下滑与社会窒息。他直言，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出共产党制度。那后共产党时代是什么样子？吴教授的描述很朴素，建立一个权力得到制约、权力得到保障的制度。这意味着财产安全、成果共享、社会长治久安，一个正常社会的样子。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你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的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的拼音，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如果说吴教授的观点是学术界的深思，那华盛顿则在做实实在在的政策准备。7月16日，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由余茂春主笔的重磅报告，共产主义后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做准备。
报告观点非常震撼，开宗明义就说，中共垮台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发生的问题。报告更警示，中共倒台可能像苏联解体一样，一夜之间突然变天。因此，报告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做好万全准备，确保中国能和平向民主转型，避免陷入混乱。有评论指出，这份报告证明美国的应对剧本早就写好，甚至推演过多次。他们不是被动等待，而是在积极准备。一边是顶尖学者论证其必然性，另一边是顶级智库准备政策剧本。这背后的原因是习近平上台后，内政外交一错再错，经济三驾马车熄火，民怨沸腾，统治集团内部弥漫恐慌。这一切都让中共一夕垮台从不可能变成了很多人眼中很可能的现实。关于中国未来的讨论已进入全新阶段。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海峡对岸。7月26日，台湾经历了大罢免政治风暴，24位国民党立委及新竹市长高虹安面临挑战，结果却大跌眼镜，25案全数失败。罢免领衔人之一曹兴诚坦言，低估了中共对台湾渗透，也没拼过对手的基本盘动员。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宣称，这是台湾人民的胜利。前总统马英九认为，民众拒绝了抗中路线。一场罢免两种解读，如果只看输赢，就太小看其深远影响了。罢免为何一席未成？综合专家分析，有几个关键原因。第一，蓝白联盟的协力远超预期。这次罢免演变成政党对决，国民党成功动员了铁票，在传统蓝营选区，一些议员的反罢免票数甚至高于当选票数，说明沉默的蓝营支持者倾巢而出。更关键的是，他们得到民众党小草们的加持，仇绿情绪转化成了保护蓝营席次的力量。第二，绿营的战略模糊，进退失据。民进党的态度非常暧昧，党团总召柯建铭喊得震天响，政党高层却刻意保持距离。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宋文迪就质疑，如果敌人真的兵临城下，为何领导层没有亲自指挥？这种模糊给人想赢又怕输的感觉，效果适得其反。第三，最致命的一击，赖清德总统的杂质论。罢免前，赖总统脱稿说要透过选举罢免打掉杂质，瞬间引爆舆论，在野党痛批这是党同伐异，严重伤害了罢免行动的正当性，不仅激怒中间选民，也让中立者导向反对。第四，最根本的一点，抗中保台没能战胜柴米油盐。罢免主打反国会扩权等宏大国安叙事，但被罢免的都是区域立委。对于地方选民来说，他们更关心地方建设、产业发展。比如在花莲，傅崐萁争议极大，但反罢免票依然很高，因为当地选民寄望国民党立委能带来陆客，振兴经济。当抽象的国家安全与具体的肚子问题冲突时，很多人选择了后者。所以罢免的失败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政治上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分析完台湾内部，现在进入最核心的部分。如果只把罢免失败看作赖政府的跛脚危机，格局就太小了。我们必须问，对岸的北京怎么看这件事？开票结果一出，中共官媒立刻宣称这是抗中路线的失败，这就是最大的危险所在，误判。
北京很可能把台湾内部的路线之争错误解读为台湾人民放弃抵抗，这种误判可能让一个本就野心勃勃的独裁者变得更加胆大妄为。就在此时，旅澳法学家袁宏斌教授揭露了习近平核心圈的惊天内幕，习近平的末日疯狂大战略。袁教授指出，习近平现在做的所有事只有一个最终目的，为发动台海战争做准备，并借此实现他的终身执政。这听起来很疯狂，但逻辑是，习近平笃信，只要在台海决战取胜，就能解决所有内部困境，并一举使美国沦为二流地区性国家，实现东升西降。而他的最终目标是要王在权力最高峰。对独裁者来说，没有下台选项，发动一场功盖千秋的战争，是他巩固个人权威、实现终身独裁的唯一路径。袁教授还揭示了习近平判断军官是否绝对忠诚的两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标准：第一，是否同意他决战台湾的大战略；第二，是否支持他发动台海战争，与美国决一死战。任何有疑虑的人都会被清洗。刘亚洲上将，甚至习近平亲信苗华，都是因为反对或质疑这种疯狂战略而倒台。这10几年的清洗，不是单纯反腐，而是一场基于战争忠诚度的大清洗，目的就是打造一支只听他一人号令的军队。这一切都反映在中共的国家动向上，经济全面转向军国主义，军费和核武疯狂增长，这一切都是为了进攻。现在回看台湾的大罢免，他的失败在习近平的末日剧本里，很可能被解读为台湾抵抗意志瓦解，内部撕裂，是发动战争的绝佳时机。美国学者葛莱仪警告，台湾政治的严重两极化正在危害国家安全，这才是台湾今天面临的最大危机。危机不是朝小野大，而是当我们还在为内部事务争得面红耳赤时，对岸的独裁者正在磨刀霍霍。这场罢免也凸显了和中保台与抗中保台的路线之争。很多人幻想和北京合作能保和平，但袁教授等人指出，这是危险的幻想。中共的本质从未想过与自由台湾和平共处，和平只是他实力不够时的伪装。所以台湾社会需要一场超越蓝绿的深刻觉醒，无论支持哪个政党，都必须意识到，台湾面对的是一个正在进行末日动员的集权政体。民主社会的内部争论是常态，但当外部威胁迫在眉睫时，建立一致对外的防线就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这场罢免的失败不应是句点，而应是警钟，提醒所有人，台湾没有内耗的本钱，如何团结应对中共这个世纪挑战，才是台湾所有政党和人民必须共同回答的考卷。这不仅关乎台湾的未来，更关乎整个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对于今天的话题，您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